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就在昨天，比特币快速回踩了4小时级别144日均线附近之后，迅速开始反弹。那么最终这里的反弹形成了反转，突破了目前4小时级别上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那反转完成之后，我们在周线级别，那么目前成功看到了周线级别第3轮次上涨西游当中的8阶阳线。前面行情当中，我们就在12月份看到周线级别第3轮悟空阳线的出现。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出现干扰性 K 线，干扰性 K 线持续1个月，连续4周。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形成了一个大开口的收敛三角形。那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作用主要是回补上涨过程当中形成的筹码空缺区和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筹码空缺区，反复震荡回补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符合我们的预期。首先，上边线是由波峰连接而成的，下边线是由波谷连接而成的。然后我们看到，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了一个回踩之后的迅速反弹。那么这个位置上目前已经构成了周线级别的8阶阳线。那接着往上走的话，我们将面临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本轮行情将迎来周线级别完整的第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同时，目前$46,000是一个关键性的点位，也是压力位。那这里的压力位呢，是由21年4月到22年4月长达1年的高位震荡整理过程当中形成的一个位于$46,000的一个筹码中枢。这里面我们看到虚线绿色虚线这里就是目前价格所在的一个高位的筹码中枢。那么只要能够突破$46,000，再往上走的话，我们的目标将会迎来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注意这里是周线级别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57,000。那么如果行情能够到达$57,000，完成第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将会迎来快速下跌。为什么说这里会出现快速下跌呢？原因是在23年的行情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23年12月份23年1月份走到23年4月份，形成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日线级别迅速下跌回落。那么第2轮次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出现之后，快速调整从6月份调整到10月份，4个月的调整过程主要是围绕这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做了一个调整。那么目前来看第2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悟空阳线出现之后，8阶阳线出现之后，沙僧和唐僧阳线走出来之后，那么第3轮次的上涨西游，第2轮次和第3轮次上涨西游过程当中，还没有经历过较大幅度的调整。前面行情当中虽然有快速下杀学习，但这里的调整时间级别仅仅构成4小时级别，因为我们在日线级别上没有看到这个结构形成悟空8阶沙僧唐僧4组标志性 K 线，它仅仅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快速调整过程。因此上方如果再涨$10,000，到达$57,000之后，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将会看到周线级别第3轮次的上涨之后，将会迎来比较大的比较深度的调整。这个调整时间级别我们认为起码是一轮日线级别的调整，甚至更有甚者容易迎来对称性的周线级别调整但是还没有发生这个过程之前，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周线级别8阶阳线，我们将迎来周线级别第3轮次上涨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这个目标点位是$57,000。同时在波峰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上方会出现了这个2次波峰了分别在$60,000附近。那么到达$57,000附近之后，将会迎来第3轮次的波峰。那么根据我们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第4次出现波峰$57,000到$60,000这个区间的波峰之后，容易快速上行，出现连续上涨行情。因此呢，目前我们是有多头预期的，但如果一旦预期到达既定点位，出现第3次的波峰之后，一定要小心，行情可能会出现日线级别到周线级别的调整。然后呢，本轮行情我们关注的2个重点币种 BNB 和以太坊，在这轮行情当中处在一个领跌的一个结构当中，特别是 BNB在
昨天的行情当中就出现了领跌，它的一个领跌的过程啊，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出现领跌的过程，是因为 BNB 反弹到比特币的200日均线这个位置是有非常重的压力的，所以呢 BNB 快速出现领跌，并且在昨天的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 BNB 出现急速下跌。那以太坊的这个下跌过程显得走得非常弱势，这里的下跌我们看到，首先是熊市过程当中一个缓跌，缓跌之后周线级别急速下跌，形成周线级别下跌洗油。然后反弹过程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日线级别的反弹，这里面不符合规律的日线级别反弹啊。符合规律的是能够在周线级别下跌洗油之后发生日线级别的反弹，但这里的反弹力度明显不足。我们仅在最后一轮反弹过程当中看到了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沙僧阳线没有完全走出来，即开始了快速回落。那么在周线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标比特币更加弱势。那么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前面周线级别急速下跌洗油之后，那么1月1日这周，我们认为以太坊对标比特币迎来了周线级别第2轮次的急速下跌，这里面看到了周线级别悟空阴线和八戒阴线，那么下方将会面临周线级别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因此呢，这里看以太坊对标比特币将会继续走弱，直到完成它本轮次的周线级别下跌洗油之后，才有机会出现符合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日线级别反弹。那么在以太坊和比特币这个交易对走弱的情况下，以太坊和 USDT 的这个交易对也出现了一定的反弹。那么这里要辩证的来看，以太坊如果相对比特币走弱的话，那么它的反弹力度是不足的。但这个位置在周线级别上重新站上了2200美金。我们认为目前周线级别以太坊的2200美金是周线级别144日均线形成的一个筹码支撑。这个支撑位一旦能够站住的话，上方空间将被打开。所以呢，虽然以太坊涨势缓慢，但也仅仅是相对于比特币的涨速缓慢。那么这个位置上仍然看多以太坊能够完成它接下来一轮周线级别上涨洗油，到达2900美金。这个2900美金也是目前比特币所在的一个在21年和22年4月份，21年4月到22年4月形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区的位置。所以呢，目前以太坊和 USDT 的这个价格上，这个走势上是走弱的。我们的目标点位虽然是在2900，但也仅仅是比特币目前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呢，目前以太坊是走弱的，但是仍然有以太坊相对比特币是弱势的，但仍然有以太坊对 USDT 能够到达2900美金这个目标位。东边日出西边雨，到时无晴还有晴。我们看到 People 在今天出现了一个调整和震荡。那这里的调整和震荡不用过度担心，原因是目前日线级别上 People 走出了悟空阳线和八戒阳线，当前行情的位置处在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在完成震荡之后，上方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在日线级别上不用过度担心。同时呢，在周线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看到 People 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上方有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看一个我们最近提到的 RAY， 那 RAY 呢走势符合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规律。周线级别上涨吸油完成之后，它做了日线级别下跌的一个走势。日线级别下跌过程当中，有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日线级别下跌吸油完成之后，在这个形态上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4小时级别收敛三角形下跌方向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反弹，因此呢，今天走出了一个10%的反弹。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耐心等待它走出一个新的周线级别悟空阳线即可。那么我有理由相信 RAY 我们早在0.3美金7月份布局之后，目前已经最大的一个上涨幅度大概是我们看这个0.3美金。到当前行情当中已经有6倍涨幅啊，最高是6倍涨幅。接下来的行情当中，我认为它会走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吸油，从而回补它快速下跌99%之后一个筹码空缺区，同时形成一个绝地反击的一个币种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也管这种币种叫浪子回头币。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